最近 FDA 批准了一款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新减重药 Fandel， 它的通用名字是 Orforglipron。这几天在药房很多人都在问，这是不是口服版的 Ozempic？ 它的效果怎么样？副作用大不大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美国药房那些事儿，我是 Lisa， 在美国连锁药店工作了13年的药剂师。今天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带大家了解一下 Fandel 它是什么药，效果怎么样？副作用如何？为什么它受到了这么多的关注？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。说起这几年最热门的一类药，莫过于 GLP-1 受体激动剂。这类药是用于减重和降糖的一类药，而 Fandel 就属于这个家族中的一员。它是一款 GLP-1 受体激动剂。那么为什么它会受到这么多关注呢？因为它是全球第一款获批的非肽类小分子口服 GLP-1 受体激动剂。因为它的小分子设计，所以它受到胃酸的影响更小。它既可以空腹服用，又可以随餐服用，服药的时间会更加灵活。另外，这里还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，GLP-1 受体激动剂是作为降糖和减重的药物为大家所熟知，但是每种药物被 FDA 批准的指征是有所区别的。这一款 Fandel 是作为减重药被 FDA 批准，这不代表它没有降糖的效果，只是它没有作为降糖药被批准。那么目前它的指征是什么呢？它主要用于1. 成人肥胖， 2. 超重并且合并其他体重相关的疾病，比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等等。另外，大家要注意 Fandel 它不是一种美容减重药，也不是吃了马上就能瘦的减重神药，它需要配合控制饮食和增加运动。这里还要提醒大家，不要和其他的 GLP-1 药物同时使用。在药房经常有顾客来问，是不是2种减重药一起使用效果会更好？我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，不是这样的。2种减重药同时使用不会使效果翻倍，反而可能会增加副作用。好，那么 Fandel 具体该如何服用呢？刚才我们提到过，它是口服的 GLP-1 受体激动剂，每天1次，既可以空腹服用，也可以随餐服用，用药时间比较灵活。但要记得整片吞服，不要掰开、压碎或者咀嚼。Fandel 它和其他的 GLP-1 药物一样，采用的是逐步增加剂量的方案。它有 0.8 毫克、2.5 毫克、5.5 毫克、9毫克、14.5 毫克和17.2 毫克6种不同的剂量。它采用的是每种剂量30天，然后逐步增加剂量这个方案。这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以30天为准的逐步增加剂量的方案。我们从最开始的 0.8 毫克剂量开始，再使用 0.8 毫克每天1片这个剂量，到达30天的时候为准。你要去和医生讨论，在这30天你是不是出现了任何副作用，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你能耐受的。如果你可以耐受，并且达到了一定的减重效果，而且需要进一步的减重效果，那么医生会让你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的剂量 2.5 毫克每天。但是如果在这30天内你出现了很严重的副作用，并且这个副作用在逐步加重，那么医生可能会考虑随时停药，或者继续观察你对这个药的耐受性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对这个药耐受，可以继续服用，而且目前已经达到了你理想的减重效果，那么医生可能会考虑不再加量，让你维持在同样的剂量水平。所以这个以30天为准的逐步加量的方案，就是给每一个剂量30天的时间，观察你的耐受性以及减重效果，然后通过评估来判断你是否进入下一个更高的剂量，或者保持在同一个剂量。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连续漏服7天，那么请不要直接恢复到你目前所在的剂量，需要打电话给医生以确认如何调整你的剂量方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Fandel 它的减重效果如何呢？根据72周3期临床研究表明，在保持最高剂量每天17.2毫克时，它的平均减重效果可以达到11.1%。
而总体来讲，它的减重效果是在7%到11%之间。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，就是18%左右的受试者在最终减掉了20%以上的体重。而对于同时患有2型糖尿病的受试者，除了减重效果之外，糖化血红蛋白也下降了1.2%到1.7%。当然，根据每个人的运动、饮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，最终的减重效果都会有所不同。那么Foundayo它的副作用有哪些呢？它的副作用其实和其他的 GLP-1 药物相类似，主要集中在胃肠道，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便秘、胃胀、腹痛。部分患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、疲劳，甚至脱发。脱发尤其为女性所常见。这些副作用通常会发生在刚开始用药或者增加剂量的时候，随着身体的逐步适应，很多人的副作用会逐步得到改善。如果恶心比较明显，那么可以选择少量多餐，避免油炸高脂的食物，多多补充水分，尽量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。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哪些人不能使用Foundayo？如果本人或者家族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综合症2型，不能使用Foundayo。另外，在用药期间，如果出现了持续剧烈的腹痛，可能会提示胰腺炎；严重的呕吐、腹泻可能会导致脱水；右上腹的持续疼痛也提示胆囊的问题；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。上述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，需要尽快联系医生。还有一点，这里需要强调一下，很多女性患者会容易忽略。如果你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药，在开始使用Foundayo的时候，以及每次增加剂量的30天内，需要采取额外的避孕措施，因为Foundayo它可能会影响口服避孕药的吸收效果。好，总的来说，Foundayo它值得关注的地方，不是说它的减重效果比其他的 GLP-1 药物更好，而是说它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，每天口服1片，服用时间更加灵活。对于不喜欢注射、生活节奏又比较快的人来说，它的确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治疗方案。好，看完今天这期内容，希望你对Foundayo这款新药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如果你对其他的 GLP-1 药物有任何问题，比如Foundayo和维高维的区别，Foundayo和其他注射类的 GLP-1 药物的区别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尽量为大家解答。这里是美国药房那些事儿，我是 Lisa， 希望用简单、实用、专业的方式帮助大家把药用对，把健康守好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们。我们下期见。